这什么呀？我最讨厌廉价的打包盒，有害健康。对了，明天和我一起出差，你准备准备？这个赵爸屁，每天早上吃我早餐不说声谢谢。这么多饭盒呀，还让我每天早上做早餐给他吃吗？啊，完蛋了！你是去做业务考察，又不是去做背包客，就不能换个包吗？你不觉得那包跟我特配吗？赵爸屁！下次骂老板的时候，声音记得轻一点。师傅，开车。评价一家旅社如何，不能看总体感觉，要从细节入手，越细越好，最好划分为几十个点，然后分别去打分，不要按照评分高低进行分类，而要按照类型分类，适合高端客户的，适合中老年的等等。因为我有我自己的评价标准，但我这次想看看你都会从哪些地方入手。还有你和旅社负责人接洽的时候，你的姿态不能放得太低，因为你不是在求合作的商户。赵总，你要喝果汁还是可乐呀？可乐吧。我是无聊，那也比你抄书强啊！你读书的时候背过不少名篇名著、唐诗宋词吧？现在也没有变成文豪啊。没有成为文豪人多着呢。再说了，背点诗词还可以陶冶情操。现在电视剧里面有点诗词，档次都不一样。哎呀，到现在我还记得《还珠格格》里面那句“山无棱，天地合，乃敢与君绝”。我欲与君相知，长命无绝衰。山无棱，江水为竭。冬雷阵阵，夏雨雪。天地合，乃敢与君绝。天哪，树洞先生回来了！你不是那个讨厌的赵丹桥，那么开朗、感性。又有孩子气，你就是树洞先生。哎，想什么这么出神？难道被我的文采吓到了？哎，是，多才多艺，让他猜死。抄了什么？让我看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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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看一下。我就看。我的衬衣。不就是一件衬衣吗？我赔给你。我才不要呢！你给我洗干净。
你好，我们是 MyWay 公司的。赵总，宁小姐是吧？马总监已经给你们订好了房间，这是房卡，请收好。2046，哇，这个房间。2046，你为什么喜欢2046？可能因为它是偶数，比较吉利吧。那我要这件。这人怎么这样啊？不管怎么样，这个衣服给我洗了。马总监，赵总到了。哎呦，小赵总啊，不，应该叫赵总。赵总你好，你好。马总你好。哎呀，了不起啊！放着这蓝桥国际的少当家不做，偏要去自己创业，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啊，就做到了行业内的领军人物，不简单呐。现在像你那么有抱负又有能力的年轻人啊，可不多见了。马总您过奖了，您才是酒店广告业的标杆人物，我早有耳闻。听说好几家国际连锁酒店管理集团高薪挖你，你却不动心。马总这种品德才是需要晚辈学习的。过奖了。这是我的助手。马总你好，你好。宁夏。哎呦，这名字好听啊！来，坐，来，请好。小王，把茶倒好。哎呀，尝尝我们今年的新茶啊！这个可是我们当地的土茶，生长在山上的啊。绝对是无污染、纯天然的健康食品。来，怎么样？味道不错。赵总啊，这个新茶啊，我让人准备了几份，到时候啊，麻烦你转交给刘董一份，他可是这品茶的专家呀。马总，你知道我们都是办实事的人，我就不绕弯子了。您知道我来是希望你们酒店能在我们平台投入广告，因为我们 MyWay 公司是第一家适应互联网思维和个性化时代的旅游公司。与上个季度相比呢，我们公司这个季度的营业额提高了5个百分点，占到了市场份额的。赵总，我知道你们现在公司的情况和前景啊都非常好。我在见你之前呢，我们也做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。那您的意思？但是呢，在这个谈细则之前啊，我想要先问你一个问题。好，您说。这个蓝桥国际啊，毕竟是赵总的家族企业，我很想知道赵总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平台，引入其他的酒店，这样不是在给自己的家族企业唱对台戏为敌吗？不瞒您说，这个问题刘董事长也问过我，甚至和我翻了脸。可我总觉得未来的世界是个性化的、网络化的、移动化的。我们抢占先机，建立平台，整合资源，做特色化的服务，也是让包括蓝桥在内的酒店从中受益。我首先要考虑的不是蓝桥，而是我们自己的生存发展，这就要靠广告投放了。哎呀，这年轻人啊，就是有朝气啊。那我也打开天窗说亮话啊。经过我们的研究啊，我们初步决定，就在你们的平台上做1年的广告。谢谢马总。哎呀，赵总啊，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了啊。我呢，也有一个条件，就是如果我们在你的平台上投放1年的广告，我想你们的 APP 上啊，要扶正给我们2个月的软广告的植入，这样呢，来体现我们的品牌精神，怎么样？没问题。哎呀，赵总啊，你也别答应的那么爽快。据我所知啊，你对这个金氏娱乐也给出了相同的条件。我想知道赵总如何来解决这个重叠这2个月的这个时间呢？马总，怎么解决问题是我需要考虑的事情。如果我没有做到，您只管向我兴师问罪就好。好，那我就通知法务部做好准备，合作愉快。谢谢。小王，送赵总。赵总，请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
Lucy， 给我接广告部的 Rick。Rick， 你们开始准备，启动我之前那个策划方案，出一个专题：明星最爱光临的酒店，把最近力捧的那位明星请到瑞虹的酒店开慈善晚会，延伸做一个专题，特别报道一下。酒店内那个无边泳池是明星派对、情侣约会必去的地点。好的。哎，你就按这样的方法来平衡2家要求啊？对啊，2个品牌商都满足。这怎么行啊？你这不是欺骗手段吗？我骗谁了？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叫“法律没有禁止的，就是允许”，合同也是一样。但是这个……但是什么？哎，我什么？我职场第2条规则，不论任何时候，到嘴边的东西必须先吞掉。如果你不想吃，那我们就走吧。你还记得第1条规则吗？记住自己的名字。我说过的话你都能记住。对了，这家店真的很有特色，口齿留香。你是怎么找到这家店的？你也不知道我以前是干嘛的。其实你别看它店小，它呢可是有上百年的历史。在当今的社会，百年老店是越来越少了，特别这种手工小作坊，技艺全靠口口相传。到了年轻一辈，恐怕就得失传了。是啊，我之前带队去台湾的时候，在一个古街里面发现了很多手工作坊。那个时候在想，如果他们到咱们这边，能存活下来吗？还有很多客观条件。我们这里开店大多是租房，而且房租一年一年上涨，手工作坊本大利薄，如果不是自己的房产，真的很难维持下去。还有一点就是文化创意，他们那儿已经把文化创意渗透到了手工业和农业里面，这是能够保存下来的原因。不愧是走南闯北的小摇旗。我只是有感而发嘛。好吧，宁夏导游，接下来怎么安排？咱们今天来的这个古城呢，它有丰富的文化历史背景，它包括了儒家文化，还有佛教文化。咱们今天看到的这个路面呢，还有旁边那些建筑呢，都是有100年历史的。这个城外呢，还有座名山。不过你穿这样嘛，还是算了吧。咱们去那边看看。OK。哎，你看那个。师傅，请刻2个名章。哇塞，简直是艺术品哎！经营于方寸之内，而赏近乎毫发之谢，审其疏密，辨其言痴。不愧是赵大才子，厉害。这是丰子恺说的，没文化真可怕。我太忙了，我哪有时间看书啊？你说的太对了，你5个小时才能做完的工作，我只用半个小时，当然有时间了。那说明我还有上升空间。世界上的人分2种，一种是高山一样的人，一种是仰望高山的人。我是前者，你是后者。这个鸿沟太大了，你跨越不了的。没关系，我还可以坐火箭赶过去。你不怕火箭掉下来，摔死自己？恶毒。太美了！哇，不许拍照！我要告你侵犯我的肖像权。我跟你说，不仅这样，我还把它放在我的朋友圈里，让大家都看到你这样子。
你敢？又怎么样？哎，手机在我这。喂喂，干嘛？就不给你。喂，哎，我在淋雨啊！不管不管我。把伞给我，快！干嘛？我就不给你，就不给你！快把伞给我！我不管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别闹了。给我。来，把衣服穿上，小心感冒。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这衣服特别棒，防水的。你这个太贵了，算了。难道在你眼里物品比人还重要吗？主要是我习惯了嘛，以前带队都这样，而且我特别强。这个雨越来越大了。哎，我记得前面有一家客栈，咱们可以过去。太好了，那我们走吧。走。来，二位房卡。谢谢。好。两位好。给我开2个房间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本来还有2间，他们开走1间，只剩1间了。那好吧，把那1间给我们。哎，就剩1间房了，我们2个怎么住啊？不然你想怎样？你要不愿意的话，我住在这里，你自己回城。这男女朋友还怕什么呀？二位还没吃晚饭吧？我们这里有农家菜，要不给你们安排一下？行啊。好，稍等一下啊。哎，老板，这儿招聘啊？对，怎么有兴趣啊？我觉得这儿环境挺好的，世外桃源。有机会啊，我一定会来的。而且呢，我的专长就做导游。好啊，随时欢迎，我们常年招导游。一言为定。啊，一言为定。在你的老板面前，你还想着跳槽，你胆子太大了吧？我又不会在漫威待一辈子，而且这儿环境这么好，多适合我呀。你看。难得吃到这么美味的农家菜，还有家的味道。这场雨还有意外的收获，不错。这些都是农家菜，你这种大少爷肯定没吃过，当然觉得独特喽。唉，我能够做老板，你只能做导游，知道为什么吗？有钱没？本钱可以理解为资本，还可以理解为商业眼光。你过来，你看看，此河此雨，还有这清新的空气，纯天然的氧吧，还有纯天然的绿色食品，这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最稀缺和最向往的。如果我们把5星级的设施搬到这里来，就能增添一块新的产品内容。所以说，你要开发这旅游路线。这里的自然环境那么好，如果建一个现代化的星级酒店，会破坏环境，也会大煞风景。所以另辟蹊径，在这里收购或者合作，把这里的农家客栈改造成外观与自然环境合一的民宿，必大有前途。挺好的，情人节的时候还可以做下推广，不错。哎呀，现在才8点多，真安静，仿佛回到了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农耕时代。好吧，那我就当一晚农夫，我需要早点睡觉了。走了一天的路，实在是太累了。你睡这张床，那我怎么办啊？还用考虑吗？当然是我睡床，你睡，你可以打地铺啊。我看到那边不是还有一床被子、1个枕头，去吧。赵皮，要是不当赵扒皮，
怎么能享受这么舒服的大床呢？伸伸胳膊，伸伸腿都没问题，还可以滚来滚去。吵死了，烦。赵总，喝点水吧。赵总，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谢谢。你知道吗？别人都以为我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幸运儿。其实我小时候，我家也是普通的平民。记得那个时候，爸爸妈妈很辛苦的工作，每天早上很早就出门了，晚上很晚才回来。我的童年基本上就是一个人，没有幼儿园，没有朋友，只有孤单的陪伴。然后他们两个没日没夜、无休止的争吵打架，终于有一天，在那个电闪雷鸣的晚上，母亲将父亲赶出了家门。我向着窗外拼命地哭喊着：“爸爸！”他还是走了。那后来呢？再也没有回来。父亲的样子越来越模糊，梦里已经看不清他的长相了。然后他们两个没日没夜、无休止的争吵打架，终于有一天，在那个电闪雷鸣的晚上，母亲将父亲赶出了家门。我向着窗外拼命地哭喊着：“爸爸！”他还是走了。那后来呢？再也没有回来。父亲的样子越来越模糊，梦里已经看不清他的长相了。树洞先生，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这首曲子吗？因为它能让我触摸到逝去的亲人，但不会沉溺于悲伤，给我一种勇敢生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。树洞先生，也许你无法体会失去至亲的伤痛，我能。树洞先生，我明白了，我们都是内心寂寞的人，因为想念亲人而寂寞。走吧。啊，去哪儿啊？带你去个地方。喂，等等，等等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穿鞋。
两杯强，喝点什么？2杯长岛冰茶。好的，请稍等。他还在这儿，真好。看不出来你竟然爱喝这么烈的酒。看不出来吧？我以前可是朋克少女。少吹牛了。哇 ，Lou Reed 的。外面世界很精彩。我觉得成龙在这部电影里面实在是太惨了。谁说的？我觉得金城武比较可怜。你是怎么知道这里的？我之前带团的时候呢，来过这儿。我特别喜欢这儿的歌手，他能把这首歌唱得特别深入人心。确实不错，我也挺喜欢的。我觉得应该把咱们这个地方呢放到我们的那个攻略里面，这样的话文艺青年应该会很喜欢的。要是我的话，我就不会这么做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最喜欢的地方应该像秘密一样把它守住，以免游人太多玷污了它的纯粹。我觉得你这想法是不对的。快乐嘛，就应该分享给别人。真幼稚，小气。让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我会在这里衷心的祝福你。每天夕阳西沉的时候，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。天空中虽然飘着雨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。好，谢谢我们小马哥的精彩演唱。今天呢，给大家分享一件开心的事儿。今天呢，是我的好朋友宁夏女士的生日。她的同伴呢，赵丹乔先生，今天要演唱一首《Perfect Day》，送给我们美丽可爱的宁夏女士。不！哎呀，来，我不行。唱一个！来！我们大家的掌声不够热烈呀，掌声再热烈一点好吗？唱一个！Such a perfect day. Drink a sangria in the park. And then later, when it's getting dark, we go home.有这么好笑吗？那可不，没想到不可一世的赵总居然是一个音痴。哎，像我这种帅哥还需要唱歌吗？只要站上台就能迷倒一片。想当年在大学时候的我，哎呀，行了，自大狂，真的是好汉不提当年勇。今天真的是你的生日，我要不说是我生日，你能上台啊？好啊！不管怎么样，谢谢你。不过没关系，反正今天的酒钱呢，你报销。哦，我忘了告诉你了，公司有一项新增的财务规定，业务之外的消费，公司都一律不给报销。赵扒皮，你翻脸你翻书还快，你忘恩负义，去死吧你！留着回家，我明天就换酒店，不跟你住一起了。路上赶过来还是比较辛苦的啊。
事宜。11点，高尔夫协会周会长商讨蓝桥高尔夫俱乐部承办的高尔夫竞技大赛，然后共进午餐。下午1点半，拜会省旅游局新任局长。4点到达机场去北京。董事长，昨天晚上没休息好。岁月不饶人呐。原本像我这个年纪的女人，就应该在家里颐养天年，把产业都交给儿女来打理，自己在家里带带儿孙。可惜我那不争气的儿子呀。你也快40了吧？啊，碰到对自己好的男人，赶紧把自己给嫁了。一个女人独自在外面打拼，这个日子的确不好受。哎，董事长，电梯来了。冯静瑶最近有什么动静？他还在打宁新的主意，想挖他去爱德华新成立的品牌管理公司。他动心了？没有。珠宝秀暂时告一个段落了，宁新也就不再负责相关事务，包括生活管家。这样吧，你通知人力资源部调宁新来董事长办公室，你也需要一个助手，他来了之后可以帮你分担掉一些杂物。是，董事长。先生，早上好，这是您刚洗的衣服跟账单，麻烦您签收一下。好的，稍等。谢谢。早上好，马总。是的，是的，我们下午去打球。哈，您太客气了，哈。好的，那我们就按照原计划进行吧。好的，谢谢，再见。赵总啊，你现在的球技见长了。哈哈，你又在夸我。我的秘书啊，他也会打高尔夫球。你看一下，我们组个队 PK 一下。好啊，没问题。先休息半小时，然后再开始。OK， 我们一会儿见。好的，一会儿见，拜拜。小峰，我不会打。现学现卖呀，你能学到什么程度还要看你的资质了。待会儿你丢人现眼可不关我的事情。半个小时我怎么学呀？我现在教你呀。我真的不行，赵总，你看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这是球垫，站上去。7号点。好，拿着站着。放那么高干嘛？放低一点。拿好了，像我这样，啊。双腿与肩同宽，瞄准球，不是这么握的，像这样，交叉，握紧了，好，差不多。好了，准备好了，好，顶顶球，向前推，好吗？走，看到了，就这么简单，自己试试。我试一下。试着上杆。哇啊！你怎么搞的？你是别人过来杀我的吗？别打了，真是笨。赵总，赵总。志远，
妈，您来了，快里边请。老婆，老婆，咱妈来了。妈，哎，妈，想死你了。快坐，快坐，快坐。妈，这大老远的，你这一来一回的，你身体吃得消不？说什么呢？你妈又没7老80了，坐个公交车过来挺方便的，累不着啊。妈，喝水。哎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开业啊？开业啊，必须跟我老婆生日一起开业，因为小德影楼跟小德必须是同一天出生。是呀，哎，小德，生日快到了啊！开业那天啊，妈请客去找个餐厅，大家一起热热闹闹、开开心心吃一顿，这叫好事成双。哎呦，好大的口气呀！妈爸，你们来了，快坐。你请客，再怎么说也轮不到你啊。儿子，哎，爸，喝水。开业那天怎么安排的？老实跟妈说说呀。妈，这事儿就不用管了，我都跟我老丈母娘商量好了，一切听我老丈母娘的。什么？你没脑子啊？小德第一次过咱们家，当然是妈来操办，要不然被别人说话的。我说潘月莹，你有意思吗？我这刚跟女儿和女婿商量好的，你这不是诚心来捣蛋的吗？谁捣乱呢？这么大的事儿不跟我们商量，暗箱操作啊！现在啊是讲法治社会，公平、公开、公正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亲生女儿的生日，当然由我说了算了。以前是，现在可不是了。小德现在是我们宁家的人。老话说啊，嫁狗随狗。嫁鸡随鸡。妈，什么狗啊鸡呀鱼啊，你当着动物园呢？哎，我说啊，都是一家人啊，和和气气，大家好商好量。就是。对，咱们好商好量的。其实我这个生日啊，过不过无所谓的，就是开业嘛，咱们大家聚在一块儿热闹热闹，咱图个吉利不是吗？小德啊，咱们呢不必争。小德生日，小德影楼，当然小德说了算。小德，你说呢？我呀，我没什么意见，要不然就听我老公的吧。啊，听我的呀？要不然等我2个姐姐来了，咱们一起好好商量商量，好不好？哎，不行，你们家那2个丫头厉害着呢。来了肯定向着你们，今天就要定。要不然就听您的吧。你看我们小德真有眼光啊，找个这么好的女婿。哎，关键时刻女婿还是向着丈母娘的。俗话说，一个女婿半个儿，一点都没有错。臭小子，像谁呀？一点都没骨气。像谁？像我老爸呗。哎。臭小子，拿我开涮啊！没有，跟你妈拿包，我愿意。爸妈，刚才我妈都说了，她听我的。要不然这样吧，咱们吃饭的地方咱们一块儿想，然后请客的这个钱呢，咱们就1人1半。那也行，这样行不行啦？行。哎，志远，哎，你大姐二姐也来过吗？啊。那个我大姐来电话了，说她最近挺忙的，可能忙完再过来。我二姐呢，今天从外地出差回来，可能晚点过来。你还笑？赵总，这好像圣诞老人。圣诞老人？我要是圣诞老人的话，早就拿驯鹿撞死你了。赵总，我说我不会打，你偏让我打。我怎么知道？你居然这么蠢啊！你是不是期待这一天很久了？我让你打球，没让你打我。
赵总，我怎么能是这样的人呢？你别这么想。哎，不过现在不是挺好的吗？咱们又不用跟他们打了。把你招进公司这件事，就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后悔的事情。你们不是还活着吗？以后说不定还有更后悔的事儿。我活不了多久的，好心教你打球，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赵总，你说什么砸不砸脚的呀？哎呀，来了，谁呀？二姐，志远，我来看你们了。欢迎啊！小德，小德。哎呦，我打球回来饿死了。哎呀，这么多好吃的呀，太丰盛了吧！二姐，咱晚上喝点啊。哎，没问题，这么多好吃的，多喝几杯。哎呀，这还挺像模像样的，肯定能赚大钱。姐，这不多亏你了，又出钱又出力的。要是没你的话，我估计我们这个影楼都不一定开得起来呢。哎，别这么说，还得靠你们自己。谢谢你。哎，又谁啊？大姐，今天怎么了？全来了。小夏姐，怎么这么巧？多亏我多拿了一副碗筷，我掐指一算，我大姐就来。来，你这效率可真高，这么快就能做好。夫妻同心，其利断金呐。一人一瓶啊。你别喝啊。好的，知道了。来，庆祝我们影楼第一天开业啊！干杯！你们俩怎么样？最近？特别好。自从我俩搬来以后啊，我那俩妈是天天往这儿送菜啊。那天非逼着我吃羊肉，逼着我老婆吃甲鱼，我们俩正愁呢，不吃哪个他也得罪人呢。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强，耗子哥来了，还带俩兄弟，全给吃干净了。吃完之后啊，那俩妈脸色都绿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她心疼啊。你俩多幸福呀，两边的爸妈都这么疼你。姐，你啥时候搬家里住啊？你搬家里住哦，咱妈也能分散她注意力呀。姐哪舍得回去呀？她现在可是住5星级大酒店的人。是吗？其实我最近在想着要不要搬回家住，因为公司把我的工作调动了，我现在帮董事长做事了。你怎么样，小夏？最近？我今天跟赵总出差回来。你们两个出差？不会跟他说你网上的身份吧？没有。哎，什么赵总，什么网友，什么揭穿，我怎么听不懂啊？小孩别管大人事，快吃饭。来，吃饭。来，吃。吃饭喽！哎呀，这菜看起来就很可口。哎，小德，你说你看上志远哪一点了呀？娶到你这么好的老婆，又会做菜，性格又好。我也想不明白。我想一下，我也想不明白，为什么？你们俩呀，一点都不了解我，我优点很多呀，没钱、没房、没车，啊，这不是缺点啊。但是我有一颗爱我老婆的心呐。你还有一张会说甜蜜的嘴。太肉麻了，这两个人真的是。快吃这个，我拿手菜。好。你说，牛郎织女1年只能见一次，但却可以恪守爱情的承诺，不离不弃。但现代人呢，明明有 QQ、email、WeChat， 有手机，可以天天见面，随时联系，但是恋人之间的关系却那么脆弱。所以说，爱情不在于距离，在于心与心的感应。小夏，你再帮我一个忙，你黄小豆的身份我要再用一阵子，
因为有一些工作上的事情，我还要拜托到赵丹桥。你放心，我很快会把这个身份还给你，到时候我也会和他解释清楚。行吧。树洞先生，咱明天见吧。好，明天见。你们这都开心什么呀？啊！太让我失望了！我可是单凭我介绍才来你们这儿的。你们做了这么多次方案，没有一次是让我满意的。李小姐，您的要求呢实在太抽象了，不仅我们实施起来会有难度，而且效果也达不到您的预期设想呀。我花了那么多钱，不是来听你说这些的。这里面什么情况？这个叫米七月的客户啊，实在是太难搞了，光设计方案就改了10几次，他设计师都快撂挑子不干了。说这怎么办呀？这什么案子啊？蜜月旅行。蜜月旅行。哎，要不交给我吧？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，这姑奶奶太难伺候了，她每天的想法是天马行空，你可别往这火坑里钻啊。没问题。真的？我跟北方呢要手牵手，站在悬崖边上，后面是一望无际的大海，好像全世界只剩下我们2个人。然后北方低头吻我，海鸥从身边飞过。哎，得让摄影师帮我拍下这一幕啊！等以后结了婚，我就把这照片挂在床头上。李小姐，你这说的画面还挺美的，是吧？你也觉得啊？是，但是现在这生态环境要找这么多海鸟还真不容易，而且跟小动物接触起来呢，虽然说想象中挺好的，其实啊可麻烦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们之前啊有一对客户说要去看北极熊，我们就千方百计在北极给他安排了住宿的地方，到最后这俩人他们都没有敢接近北极熊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我这一接近还不得被吃了呀？不会吧？我看网上那些北极熊的照片，那都是萌萌哒。网上照片那可不都萌萌哒吗？但是真实时候真的不是这样的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们还有一种客户，
说要找那个吴宇森电影的感觉，我们就给他在旅游的地方找了一个厂房，改了一酒店，他们不满意啊，说要那个什么，就是一堆鸽子从背后哗一下飞起来的感觉，我们就给他找了一个广场，到最后一张照片没拍上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呀？这姑娘打鸽子屎都来不及呢。到底想说什么？李小姐，您接受后期嘛，P的跟真的一模一样。不接受，我花那么多钱，你简直鸟都给我弄不来。其实鸟呢也不是找不到，但鸟跟人不一样啊，这不听使唤啊。那不就是啦？你也知道你是人，他们是鸟，他们还能不听你的？这说的，那这样吧，我们尽量给你安排哈。但是现在时间紧急，怕跟想象中不一样，没有那么完美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就别啰嗦，你就去找吧。啊，对了，我呢在旅行之前还想做一个订婚派对，这个也交给你们做吧。订婚仪式？哎，李小姐，我们这个是旅游公司，不是婚礼公司。我这又不是婚礼，这只是一个演习，为以后正式结婚做准备的。我这一辈子就结这么一次婚，必须得绝对的完美。你就当我现在就开始旅行了，这个订婚仪式呢，只是整个旅行中的一部分。行，那您有什么要求吗？反正地方得大，环境得好，什么鲜花气球啊都给我铺上。现场得请个乐团，全程演奏，别弄个 iPad 就在那儿放，太 low 了。还有停车的地方得方便啊，到时候我们北方的客人可都不简单。摄影师，对，摄影团队必须得专业，必须把我拍得美美的，一次不行，开要重来。这照片可都是留给外人看的，必须得做到绝对的完美。行，米小姐，那您的要求我们都记下来了。这样吧，我们先安排好场地和设施，到时候您可以过来看看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。行吧，那就交给你们了。我先走了。不送了啊。哎，喂，蚊子啊，哎，我们这儿有一个那个蜜月旅行跟拍啊，可我不差钱儿。我跟你说这不会是米七月吧？当时我帮他拍写真，真烦死我了，这活我接不了了。哦，行行行啊，谢谢啊。哎，喂，哎，我们这儿有个蜜月旅行跟拍，啊，不差钱不差钱，就是那个米七月小姐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是那个米七月呀。哎呦，小佳，你看我这也挺忙的，你还是找别人吧。我这样，喂，哎，那个我们这儿有一个蜜月旅行跟拍，啊，对，就是那个米小姐，哎，是啊，不会是那个米七月吧？他们两口子太难对付了。小夏，我劝你也别接了。行。怎么一个都不接呀？喂，志远呐？喂，二姐，我呀约了我妈和我老丈母娘去饭店吃饭，商量一下小德影楼的事儿。你没事你过来呗。餐厅事情啊，咱先别说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们这儿有个蜜月旅行跟拍，食宿报销，正好给你们的影楼带来第一笔生意，怎么样？没问题，姐，你介绍的活儿价格不是问题。行，那就这么定了啊。老
老婆，我接了一大活，特肥的，走，来1小时的去。哎，等等，干嘛高兴呢？什么活啊？就是我姐给我找了一个照相的活，但是呢要出差几天，你现在不是不方便吗？你说我去不去啊？多肥的活？真的啊？对呀。好兆头啊！这样的话，咱们小德影楼就真的是开业大吉了呀！老公，你放心吧，陪爸妈挑选餐厅这件事情就交给我，完全没问题。走，带你吃好吃的去。啊，行，快。这电影婚宴的菜都给我安排的新的标准了，食材都给我当天空运的，不但好吃，摆盘要好看，关键的是要有表演性。到时候给我找几个新男主厨过来，长得要像布拉德比特那种。哎呀，不行，太老了点。总之都干我最好的来，钱不是问题。哎，你来了，李小姐。老公，我跟你说，我刚才在后厨还有宴会的所有事项都已经安排好了。行，你决定。到时候我跟我老公就从这儿走进来，然后呢，要一个那个从上往上的，然后很高的那个摇臂。对，摇臂啊，摇臂来几个大全景，然后呢，我跟我老公就跳着舞走进来。到时候记得给我那个撒花啊，然后把我拍美一点儿，最好要那个逆光的那种效果。再要那个从地上像那个火车一样推进来的轨道。对，轨道拍。老公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行，听你的。这订婚仪式也要伴郎伴娘啊。这个简单，你有好姐妹就可以啊。这一时半会儿的上哪找啊？一看就没朋友。夏夏，你结婚了没啊？没有啊，单身。夏夏，那就你做我的伴娘吧。我这样不好吧？得是好朋友才行啊。这有什么不好的呀？你又没有男朋友，又没有结婚。再说了，我是你的客户，你为我服务是应该的，对不对？再说我到时候你站一天，我给你1个月的工资好了。真的？那可以。你可真有才。好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小夏，你到时候呢就打扮的美美的，站在那里帮我招呼客人，说不定还能被谁看上，我还能促成一段美好的姻缘的。就这么办了。至于伴郎嘛，快！这个伴郎的人选我早就想好了，礼服都准备好了，就让马虎做我的伴郎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马虎是一只狗啊？人谁能穿你这衣服啊？马虎是我最亲密的朋友，它是我的宠物。不，这个不合适吧？你让人宁小姐怎么想？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？马虎是我最亲密的朋友，而且他是我从小一起带大的，我就是让他做我的伴郎。再说了，我亲戚朋友怎么看我？狗怎么了呀？有时候人还不如狗呢。反正我就是要马虎做我的伴郎。行，你马虎前马虎后的啊，那你跟狗过一辈子吧。你给我站住！哎，李小姐，别着急，我去追啊。拿着看一下。李小姐，你让狗当伴郎，你太有才了。你有才呀！哎，米小姐，孙先生，别跟着我。孙先生，你别生气啊，你听我说。怎么了？孙先生，这都快要结婚了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呀？不就是结个婚吗？你看他在那儿，天天找茬，不是这个不行就那个不行。这个是我的俊，那个是我的俊，合着他这辈子什么都没干，光做梦了。哎呀，我特别能够理解你，但是哪个女孩不爱幻想啊？而且婚礼对女孩来说很重要的，最关键的是，米小姐付出那么多心血，你好歹要理解一下嘛。
我说的有道理吧？行，你们都是女人，我说不过你。我知道你也是这么想的，只不过需要个台阶下嘛。咱们先回去吧。要说这城里啊，最正宗的宝妈菜，说这是第二，就没人敢说第一。来来，尝尝尝尝。哎呦，这蹄膀啊，可好吃了，甜而不腻。来来，你吃。红烧蹄膀我也烧得来的，不说比得上它哦，哎，马马虎虎，味道还是不错的。下次我多烧点，让我们小德带给你家去尝尝。你叫叫小德，他学会了，以后可以经常烧给我们小眼吃了。妈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认真学。这样你们家小远就有口福了。哎，我们家小德不是我说的，学东西是最快的。他读书的时候，老师就夸奖他，哎呦，人嘛是调皮了一点，脑子啊好机灵的。哪调皮了？哎呦，还不承认呢！哎，你小时候那个天天皮的，比那个男孩子还皮，差点都要上房揭瓦了。这两个孩子倒是一互补。我们家小远啊，可从小就是安静，别人叫他出去玩啊，他偏要就在家里啊看书看书。赶都赶不出去。我觉得这家餐厅好像也蛮一般的哦。你看这菜也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名堂，家里都说得出来的，还大老远跑到这里来吃。现在年轻人啊，都喜欢那个创意菜，是吗？哎呦，什么创意菜啊？一中一西，不伦不类。洋泾浜，我觉得啊。还是传统的菜好吃，合胃口。你这个人就太保守了，还一成不变的守旧。老潘啊，我看呀，你应该多跟时代的脚步了。什么？我跟不上形势。我看书、看电视、看报纸，这是我每天的必修课。看电视啊？哦呦，每天在家抱着电视看，当心看出那个白痴病的。你会上网吗？会微信吗？要与时俱进。谁白痴病了？我每天还跳广场舞呢，蹦擦擦，蹦擦擦，锻炼身体呢。你们家老宁啊，真的是放心哦，还跳广场舞，跳广场舞的老头子可多了。你和我说什么？我去勾引老头子吗？上网吗？会微信吗？要与时俱进。谁白痴病了？我每天还跳广场舞呢，蹦擦擦，蹦擦擦，锻炼身体呢。哎呦，你们家老宁啊，真的是放心哦，还跳广场舞，跳广场舞的老头子可多了。你和我说什么？我去勾引老头子吗？哎呦，你看看你这个人哦，多心吧！我就是说跳广场舞的老头子多，又没有说谁去勾引老头子哦。你就是这个意思。妈，我妈她刀子嘴豆腐心，说话没把门的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再说咱们跳广场舞有什么不好呀？有老头子看上咱，说明魅力无限，咱自豪还来不及呢，是不？小德可真懂妈妈的心。想当年啊，我可是个文艺工作者，我现在这样的气质，就是当年锻炼出来的。不像有些人呐，只知道打麻将，一点都没有艺术的情趣。谁没有艺术情趣了？妈，你也是的，咱们以后不要天天打麻将了，没事跳跳广场舞，活动一下筋骨，多健康呀！再说万一呀，有老头子看上你了，他能给我找一个后爹呢。没大没小的，我妈还害羞了。咱们吃吧，咱们吃饭都凉了。来。米小姐，你家马虎好养吗？
你也喜欢狗啊？我老婆喜欢，所以现在我呢在收集一些养狗的经验。你对你老婆还挺好的吗？孙先生对你也挺好啊，我看他天天陪着你。他对我，反正啊，他一点都不喜欢马虎，对马虎一点都不好，马虎看到他就害怕。你不要激动啊，孙先生爱屋及乌，肯定会对马虎好的，放心吧。你呀，别老那么挑剔，那么刻薄，要不再好的男人啊，也会被吓跑的。女人不都这样吗？我老婆就不这样。你对马虎那么好，说明你心地善良。你说你明明是豆腐心，偏用刀子嘴来掩盖。哎呀，看你整天老婆老婆的挂在嘴边，你们一定很幸福吧？幸福是幸福，但是呢，也有一些小问题。你们也吵架吗？两口子哪有不吵架的？像你跟孙先生呢，肯定没有物质上的担忧，所以一些小事情呢，无限的被放大。我跟我老婆呢，都是普通家庭的，为生活、为工作努力打拼，肯定不会因为一些小事情而吵架。多好啊！两个相爱的人能为了未来一起去努力奋斗，想想都觉得温馨。要是换了你啊，这种生活你肯定过不了。才不会，至少有一个真心真意对自己好的人啊。我什么都没有，也什么也给不了他，唯一能做的就是对他好，还有努力工作，为我们即将出世的小宝宝而努力。你先坐着吧，我去工作了啊。对我来说，有一个全心全意对自己好的人，比什么都重要。老婆，我错了，都依你。其实我觉得马虎做我们的伴郎其实也不错，哎，多新鲜，说不定还能上一新闻呢，对吧？你刚才不是说马虎给你丢人吗？哎，其实我想过了，这会儿不是我俩结婚吗？对吧？跟我亲戚朋友有什么关系啊？真的啊？真的。老公，我刚才想了一下，让马虎做我们伴郎，确实有点不合适，要不我们算了。我觉得吧，现在是订婚仪式，咱们朋友结婚，现在都听你的，到时候我们结婚仪式的时候再商量。老公最好了。哟，欣姐，今天打扮的这么休闲啊？我男朋友喜欢穿休闲装。哎，听说你跟刘董事长的公子在谈恋爱，是不是真的？听谁说？上次你们来酒店参加朋友的婚礼，可是手牵着手进来的，这可是爆炸性新闻。现在有谁不知道啊？公司上架。哎，欣姐，听说跟大款交往不光要会撒娇发嗲，偶尔啊还得刁蛮任性。大款就喜欢这一块，觉得特有性格，特真实。是啊是啊，偶像剧里可都是这么演的呢。你们太八卦了。到时候啊，你就去蓝桥国际的时候，别忘了提醒我妈，还望大少奶奶多多关照。行了，我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真巧，刚才久等了吧？啊，还好，我也刚到。早知道让你多等一会儿了。
反正等女人是男人的天职。你今天有什么事情吗？难得见你这么开心。对了，丹乔，等一下我们去吃西餐吧。洪小豆什么时候改变品味，爱上西餐了？我今天发的奖金当然要庆祝一下了，总不能和你一样吃骨头堡吧？啊，原来是这样。对了，丹乔，我觉得我们在现实中已经认识了，你还叫我网友，这太奇怪了。这样吧，我们两个从虚拟世界中快点走出来，重新认识彼此。赵丹乔先生，我叫宁馨，以后请多多关照。好吧，从现在开始我不叫你洪小豆了，我叫你宁馨。下面播送一条娱乐消息，会让所有文艺青年们都疯狂起来。My Little Airport 乐队将来我市举办演唱会。My Little Airport 的粉丝们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那就赶紧抢票吧！天哪，终于等到这天了！树洞先生，告诉你好消息 ，My Little Airport 乐队要来喽！是谁把我的树洞偷走了？赵丹乔、宁馨，从今以后，谁又来和我分享我的快乐和悲伤？洪小豆对树洞来说真的重要吗？可能只是个网名而已。他背后真实的那个人，对树洞来说根本就不重要，包括他的喜怒哀乐，他的心跳和悸动。那树洞对洪小豆呢？赵丹乔对宁夏呢？重要吗？不然为什么他和别人走了，我会感到寂寞？真的很感谢你，丹乔，谢谢你这么痛快答应我，假扮我男朋友，让我能够在婚礼上挽回面子。举手之劳。对了，上次你说公司遇到危机，解决了吗？是的，都过去了。有时候我觉得心真的很累，所以不时的会与你倾吐烦恼。那是我最轻松、最快乐的时候。每天我回到家，我真的很累。好了，我们不要谈工作了，让我们谈一谈电影啊、音乐啊，以及彼此的秘密。丹乔，其实我们可以把这种快乐还有轻松延续下去。当然了，前提是你需要从虚幻的世界当中回到现实生活中来。前些天我去了一家音乐酒吧，居然听到了 Perfect Day， 真的是太巧了。你喜欢音乐酒吧？我觉得太吵了，我不太喜欢。我说 Perfect Day， 居然还有人记得这首老歌。怀旧这东西怎么说呢？我觉得就是个潮流吧，每隔几年都会流行一次的。你不是喜欢这种音乐吗？啊，对了，丹乔，我有个很重要的事情都忘记告诉你了。我现在已经调到董事长办公室工作了。你说人和人的缘分是不是很奇妙啊？这次我一定会努力，尽快得到董事长的认可。他的认可就这么重要吗？当然，他不单单是我的董事长，更重要的是，她还是你的母亲。丹乔，说实话，你是更喜欢网络中的那个我，还是现实生活中的我？在网络中，你给我的印象就像是一团火，又像个傻丫头，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热情。
但是现实中的你，更加的理性，也更知性和独立。你要知道，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压力了，太多的竞争。即使我的内心是一个小女生，没有办法，我总是要用强悍的外表来掩饰自己。即使我的内心其实还是个小女生。是吗？可能我还没把你跟洪小豆完全对应起来。我相信，经过一段时间了解，你一定会了解到真实的我。丹乔。啊，静瑶，这么巧又碰面了。宁小姐也在啊。你们是网友聚会？冯总，我和丹乔现在已经不单单是网友的关系了。哦，是恋人关系。嗨，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。那恭喜你，丹乔，宁小姐是个好姑娘，不错。不过我要提醒你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，不要让过去的情感把自己束缚了，是吗？我有朋友先走了。好。丹乔，冯先生刚才说的“摆脱过去的阴影的束缚”是什么意思啊？丹乔，我真的很想知道，树洞先生不是应该对洪小豆毫无保留吗？对不起，今天我不能送你了，前面有个路口，我帮你放下，你自己打车吧。丹乔，你是怎么了？我是关心你，我希望你把你所有的不开心都告诉我，我可以跟你分担，这有错吗？抱歉，只能送你到这儿了。